人生中常常有很多疑问，修行真的有用吗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，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。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更深入的问题：一切皆空，那还要修行吗？先来谈谈空的意思吧。我们常说看破红尘，四大皆空，似乎空就是一种远离尘世的状态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空真的是放下一切吗？其实，在佛教里，空并不是虚无或什么都没有，它是一种洞见，一种对世界的理解。空的意思是，一切都是缘起缘灭，无常又没有独立性，就像水滴终究会流向大海，不管它从哪里来。空的智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不执着于有什么。那么，既然一切最后都会归于空，那还要修行吗？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，在修心成长的路上，我们共同修行，不断探索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先点个订阅，自此修行不迷路。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，福德无量。这个问题在古今中外都引起不少讨论。有些人认为，既然人生终究一场空，何必追求呢？为什么不让自己轻松一点，随性过生活？也有人认为，正因为一切皆空，所以才需要修行。修行让我们超越对生死的恐惧，寻找内心的宁静和智慧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这个问题更有实际意义。我们总是被各种压力困住，工作、家庭，还有自我实现。很多人修行，是为了让自己更平和地面对这些压力。那既然一切最终都归于空，这些努力是否徒劳呢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值得我们思考。我们可以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修行？修行的意义是什么？是为了摆脱痛苦，还是说修行的过程本身就是解脱？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，它就像一盏灯，拿着这盏灯去照亮心中那些被忽略的角落。接下来的旅程，我们会更深入去探讨空与修行。这不仅是思想的探索，也是一场心灵的冒险。有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生活中那些你曾经很在意的事，最后好像都变得无所谓？这就是空的奥妙所在。佛教、禅宗，甚至现代哲学都对空有各自的理解，它们各有不同，但每一种都带来一种深层的智慧。我们来看看这三个版本的空，也许能帮你找到一些答案。佛教里的空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一种无自性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这么一个小故事。有一次，一位弟子问佛陀什么是空，佛陀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指着一朵花说，这朵花没有自己。弟子很疑惑，这花就这么盛开在这里，怎么会没有自己呢？佛陀微笑着解释，这花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有阳光、泥土和水，它不是自己跑来这里的，没有这些条件，它就不会存在。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因缘和合，一切都是由众多条件结合而成，没有什么是真正独立存在的。这种无自性告诉我们，世间所有的快乐、痛苦，都只是各种因缘组合的结果。所以，佛教中的空其实提醒我们不要执着，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会随着因缘的变化而消失。当我们放下这些执着，就像卸下心中的大石头，会发现内心更为自在轻松。正如佛家说的，得失从缘，心无增减。禅宗的空又多了一层意思，他强调当下和放下。有一次，有位青年向禅师请教，师父，怎么才能修行？禅师笑了笑，指着院子里的一堆柴火说，去劈柴吧。青年听了有些困惑，心里想，劈柴怎么会是修行呢？于是他忍不住问，师父，劈柴跟修行有什么关系？禅师看住他说，当你心无杂念，专注于劈柴的每一刀，就是修行。青年听了恍然大悟，在禅宗的空里，重点不是做什么，而是在当下，不被其他念头拉扯。无论是劈柴、扫地，还是行住坐卧，只要心无执着，不受干扰，
就是修行的状态。这种空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专注于眼前，不再纠结于过去或未来。这就是禅宗的空，让心回到当下，随遇而安，随心自在。正如禅师们常说，无心便是道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我们的心不被外物束缚，才能真正享受当下的自在与平和。现代哲学对空的理解更贴近人心。有些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认为，这个世界没有预设的意义。这种空听起来似乎有点悲观，但它反而给了我们自由，因为没有既定的意义，我们就可以自己赋予生命意义。一位哲学家说过，正因为人生无意义，我们才拥有创造的自由。这种空其实像一张空白的画布，你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模样，该画上什么样的色彩，没有既定答案，反而是一种释放和自由，因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寻找自己想要的方向。这就是现代哲学中的空，让我们从没有固定意义的世界中找到自我，勇敢去赋予生命属于自己的意义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对空的理解也渐渐清晰了。佛教告诉我们，空是放下执着，因为世间无常。禅宗的空是回到当下，不受过去和未来影响。而现代哲学的空则提醒我们，没有既定的意义，但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意义。这些不同的空教会我们一样的道理，不要太过执着，要随遇而安。正如禅宗所说，心无住处，处处皆是家。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，修行的意义是什么？为什么人们会愿意花时间修行？特别是当空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无常，那么修行还有价值吗？这里我们来聊聊修行的目的与意义，或许会让你更明白，修行并不只是为了追求一种理论上的空。修行的目的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不一样，但大多数人修行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与解脱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压力、焦虑、不安时，修行成为一种调整心态的方式。有人说，修行是一面镜子，照见内心的混乱，也照见平静。就像有位智者说过，修行的目的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学会面对现实。这句话听起来或许简单，但当我们开始真正面对自己时，会发现每一步都充满挑战。因为修行的过程里，我们会看见自己的执着和恐惧，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称为自我超越的过程。有个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位商人每天被生活的压力折磨，于是他决定去拜访一位大师，请教如何找到内心的平静。大师没有给他任何教条，只是让他每天打扫庭院。商人不解，但依然照做。一段时间后，商人发现自己的心慢慢变得平静了。他发现扫地的过程让他学会放下杂念，专注于当下。这便是修行的核心，并非去追求某种空的境界，而是让我们的心慢慢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着，从而找到内心的平衡。所以修行不是一个逃避的过程，而是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现实。它让我们在生活的风雨中依然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。正如佛教说的，心如止水，万物自现。或许你会问，如果最终一切皆空，那么修行的意义何在？事实上，修行并不单纯是为了空，而是为了提升心灵的深度，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中活得更有智慧和慈悲。修行让我们看透世间的变化和人心的起伏，并学会如何不被外界动摇，进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在力量。这让我想到一个老禅师的话，修行不是要追求空，而是要找到真实的自我。这里的真实自我不是一个固定的答案，而是一种内在的智慧，是在空中成长出的平和与从容。修行的真正意义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状态，而是通过修行让我们学会如何更从容地面对生活，如何在困难中找到平静的力量。修行是让我们超越对空的追求，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。正如一位禅师所说，修行
是在浮沉中找到不被动摇的力量。那么，当我们理解到一切皆空时，修行的动力还会存在吗？也许会有人疑惑，既然世间的一切终将归于空寂，这些努力又有何意义？其实，正是一切皆空的体悟，让修行变得更有意义。这看似矛盾的问题中，正隐藏着修行的精髓。有位修行者曾经问他的老师，如果世间一切皆空，那修行是否也是多此一举？老师笑着反问，如果知道水流终将归于大海，你会不再享受水的流动吗？这个问题让修行者沉默良久，他明白了，正因为一切无常，终归于空，我们才更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，而修行也因此成为一场与自己对话的过程，不必过于纠结于结果。在空的理解中，我们不再为追求结果而修行，而是为了当下那份自在。这种自在不是一种放任，而是一种不执着。修行让我们学会放下对终点的焦虑，专注于当下的修行本身，享受过程，从而得到真正的内心平和。另一位禅师也曾说过，一切皆空，却不可执着于空。这句话意味深长，因为当我们对空产生执着，便可能掉入另一种无形的束缚中。修行并不是要一味追求某种空的境界，而是去体会生活中的每个当下，去学会接受和放下。曾有个年轻人对空的概念着迷，努力寻求一种什么都不去想、不去在意的心境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他发现自己越追求空，心里反而越烦躁。于是他向师父求教，师父告诉他，空不是逃避，而是接受。当你能在纷扰中找到内心的安定，这才是真正的空。这段话让年轻人明白，修行的过程不是一种放弃现实的逃避，而是一种不被外界所扰的自由。在空中，我们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情感和想法，而是找到与他们和平相处的方式。当我们说一切皆空时，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教会我们如何不执着于做什么。修行的动力其实源于我们对内心平和的渴望，源于我们想要在浮沉的人生中找到一个平稳的支点。正如禅师所说，一切皆空，心无所住，自在安然。理解了空之后，问题便来了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修行究竟应该怎么做？修行并不是遁入深山，也不仅仅是坐禅或闭关，而是一种随时随地的内心锻炼。修行其实可以非常贴近生活，让我们在日常的点滴中学会放下执着，找到安定。有位禅师说过，修行不是远离红尘，而是在红尘中找到平静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修行并不需要远离日常的繁忙，而是要在生活的每一刻中学习如何不被动摇。例如，当我们遇到困难或烦恼时，心中常常会产生焦虑和不安，而修行可以教会我们，在这些情境中停下脚步，观察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马上被情绪牵着走。当你能够以一颗空的心看待这些起伏，就会发现自己逐渐变得更为冷静，能够应对生活的挑战。修行的方式可以很简单，例如正念练习，随时保持对当下的觉知，专注在当下的行动，而不让心念游离。正念并不只是坐在那里冥想，它可以在任何事情中进行。你可以在洗碗时，全心体会水流过手心的感觉，在走路时，感觉脚踩在地面上的触感。这些微小的专注，能让你从思绪的漩涡中抽离，回到当下，体会内心的宁静。有位修行者分享道，当我在清晨打坐时，思绪纷飞，但一旦专注于呼吸，心就慢慢安定下来了。这是修行中的一种空，在专注于当下的过程中，不再被过去和未来所扰，心便有了片刻的平静。修行不仅仅是为了达到空的状态，更重要的是培养智慧和慈悲。当我们学会放下自我的执着，便能够更包容他人，生出同理心。修行最终的目标不仅是让自己平静，
更是让我们拥有更开阔的心，能够帮助他人，贡献于世界。就像一位禅师说的，修行到最后，不只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让身边的人也得到安宁。这句话让我们明白，修行不是自私的修炼，而是让自己有力量，从而影响更多人。修行其实并不在于形式，而在于心态的转变。透过正念、专注、慈悲的练习，我们学会在日常中感受到空的平静，并能够将这份平静传递给周围的人。正如禅宗所说，心若无碍，处处皆是道场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看见空与修行在彼此碰撞中展开的意义。当我们说一切皆空时，这句话并不是要人消极面对生活，也不是叫人完全抛弃努力，反而空是一种放下执着、超越自我的智慧，而修行则是实现这份智慧的道路。两者并非对立，而是相辅相成，让我们活得更自由、更从容。当我们理解空之后，心中无需再执着于成败得失，便有了从容的力量。有人说，修行是为了不被这世间所左右。这句话揭示了修行的核心意义，不是要人与生活断裂，而是学会在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安定。修行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好地回归自己，活在当下，而不被过去的遗憾或对未来的焦虑束缚。当你不再纠结于这样做值不值得，这样的努力有没有用，你的心反而变得轻盈。这就是空带给我们的自由。修行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空的体现。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学会如何放下，如何让自己处于开放的状态。这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当我们专注于每个当下，让自己与周围的世界和谐共处。这本身就是修行的终极意义。回到我们的问题，一切皆空，还需要修行吗？其实答案早已浮现。正是因为理解一切皆空，我们才更需要修行。修行让我们在浮沉的人生中保持清明，让我们能超越得失，看清自我，拥有更多的平静与智慧。最后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待空与修行，它们像是内心的一场旅行，一段探索的旅程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这条路让我们学会面对生活的起伏，更加坦然和自信，找到自己内心的力量。正如有位禅师说的，修行是为了在无常中找到无碍的自由。无论是追求空的智慧，还是修行的实践，这条路让我们在每个当下变得更从容。走在这条路上，我们会发现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修行。修行不为别的，正是为了在当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。感谢你的阅读，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有所收获，请点赞支持，或在下方留言一切皆空，让我们一起共鸣。愿众生早日觉悟，平安喜乐。尚未订阅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与我们继续结缘。如果觉得这篇值得分享，也请随手转发，传播智慧与善行，功德无量。